本周有6家华尔街大行集中交卷，但我先把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放在这里：这周的银行财报对你手里那些银行股的意义，远远不如对你手里那些科技股的意义大。你没听错，如果你现在持有英伟达、微软、谷歌这类科技巨头，这周你真正要盯的不是科技股自己，而是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埋在财报里的2个冷门数字。大多数散户是反的，他们盯着银行的每股收益，却让科技股的仓位在下周被动挨打。更反直觉的一件事，我先抛出来，后面再告诉你答案。摩根士丹利在财报发布日的历史胜率高达 80%， 几乎所有财经自媒体都在提这个数字。但坦白说，正是这个 80%让它变成了本周最危险的一张牌，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高胜率，在期权市场里意味着什么？你可能从来没想过。你先记住这2件事，我们一层一层猜，先把这周到底发生了什么讲清楚。今天是周日，从下周一开始，摩根大通、花旗、富国银行会率先交卷，紧接着是高盛，然后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会在同一天，也就是4月15号背靠背发布。贝莱德的具体日期这周还有变动，你自己确认一下盘前盘后的公告就好。这6家加在一起，基本等同于美国金融系统的中枢神经。他们发财报不是给自己交卷，是在给整个美国经济把脉。市场目前给的定盘星是这样的：按 FactSet 最新口径，标普500成分股2026年1季度盈利同比增速预期大概在 12.5%， 不是你在一些自媒体上看到的 14%， 而科技板块的盈利预期增幅单独拎出来看超过 40%。 这2个数字摆在一起，你就看到了一个让人坐立不安的画面。整个大盘只有 12.5% 的盈利增速，但科技板块一家独大，要贡献 40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除了科技，其他所有板块加在一起，盈利增速可能只有个位数，甚至更低。大盘的估值现在完全是靠科技这一根独木在撑。你现在应该开始感觉到，为什么这周的银行财报对你持有的科技股那么关键了？因为银行财报是这根独木下面的地基，地基只要不塌，独木还能撑一段时间。地基一旦松动，上面顶着 40% 高预期的科技大厦就会先晃起来。这里我先给你一个初步判断，后面会修正。方向是这样的：这周如果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的消费者信贷数据稳住了，科技股这一波还能再走一段。如果这2家任何一家的坏账波被大幅跳升，你手里的科技股仓位下周一开盘就得考虑对冲。记住这个初步版本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现在回到我一开始说的那句话，为什么你要把银行财报当成科技股的定价时间，而不是银行股自己的定价时间？这里有一个让很多散户想不通的逻辑：银行的每股收益、投行业务收入、资管规模，这些数字机构早就模型化了，预期差很小，顶多让银行股自己波动2-3个点。但银行财报里埋着2个东西，是科技股的定价机制真正在看的。第一个叫坏账拨备，摩根大通每个季度要给信用卡、房贷、车贷提多少准备金，这个数字反映的是美国普通人的钱包还有没有弹药，弹药还在，消费就还在。靠消费撑着的那些云业务收入、广告业务收入、订阅业务收入就都还在，弹药没了，消费熄火，你手里的科技股下一季度的收入指引就要被下修。第二个叫投行业务收入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一季的 IPO、承销、并购顾问费，反映的是华尔街顶层资本的风险偏好。顶层资本敢不敢出来冒险，直接决定了市场上的热钱还愿不愿意追高科技股。投行业务如果重新回暖，对科技股是最直接的流动性信号，比美联储讲话还管用。散户通常在哪一刻被烧到？就在财报发布当天盘前，他们看到摩根大通每股收益超预期，标题党推送一来，他们觉得银行股要涨，顺手就把科技股的仓位加满。然后下午收盘看细项，坏账拨备同比上升了2位数，机构开始悄悄给科技股下调目标价。等你周二早上打开账户，才发现昨天加的那一笔已经被套在半山腰。这就是你必须把银行财报当成科技股发令枪的原因，不是它跟你的科技股有多大直接关系，是它决定了机构接下来2周怎么给科技股定价。说到定价，我必须给你讲清楚另一个让很多人吃亏的机制：股价涨了，你还是亏了。这种事在财报季最常发生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一家公司财报出来，数据明明很漂亮，盘后股价也确实涨了 2%， 你第二天一早兴冲冲去看自己买的看涨期权，结果发现不但没赚，反而跌了3成，你很困惑，明明方向对了，为什么钱没了？这就是期权里的隐含波动率崩塌，英文叫 IV Crash。 财报前市场不知道结果，期权的隐含波动率会被推到很高，权利金非常贵，财报一出，不管数据好坏，只要股价没有突破期权做市商预设的那个宽幅区间，隐含波动率会在开盘几分钟内断崖式下跌。你手里的期权方向对了，但时间价值和波动率价值同时被抽走，
最后还是亏的。这就引出了我一开始抛的第二个悬念：摩根士丹利80%的历史胜率，为什么反而是陷阱？你现在应该能自己想明白了。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高胜率，早就被精准定价在了期权的隐含波动率里。你周一去买摩根士丹利的看涨期权，付出的权利金会贵到让你怀疑人生。哪怕周二财报真的超预期，股价真的涨了2%，你那张期权大概率还是亏钱，因为做市商卖给你的时候，已经把这80%的胜率算进去了，而且还多收了一份保险费。华尔街最擅长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把散户对高胜率的迷信变成自己卖出昂贵期权的理由。你以为你在捡便宜，其实你在给做市商送钱。这件事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，每一轮财报季都会有一批散户在某一只所谓高胜率股票上踩这个坑，赔掉整个账户1半以上的权利金。结构是完全一样的，高胜率先被媒体炒热，隐含波动率被推上天，散户在财报前一天冲进去买短期期权，财报出来方向看对了，账户却少了一大块。这次的摩根士丹利剧本和以前没有本质区别。好，到这里你应该感觉到我一开始的初步判断需要升级了。升级后的版本是这样的：这周的关键不是银行财报本身好不好看，关键是你有没有在财报之前就清掉所有短期期权头寸，然后用银行财报出来的细节去判断你的科技股正股仓位要不要对冲。这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，你不能混在一起做。现在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不然这期就是半成品。这周的银行财报真正在压的赌注不是这个季度本身，而是2026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。摩根大通的管理层最不想让你注意到的是什么？是他们对下半年净息差的指引，还有对商业地产贷款的展望。华尔街现在最大的分歧就在这里，一边认为下半年降息会稳住经济，另一边认为商业地产的雷还没爆完，银行自己在压哪一边？他不会直接说，但他会用拨备计提的节奏告诉你。如果你听到摩根大通这季继续加大商业地产的拨备，哪怕它每股收益超预期，你都要警惕。这是管理层在用真金白银告诉你，他们自己也不太敢赌软着陆。这时候你手里科技股越多，风险就越集中，因为整个大盘的 12.5% 增速，最终要靠科技股那 40% 去兜底，而科技股的 40% 又要靠消费和企业 IT 支出去兜底。这条链条上任何一个节点松了，最先跌的一定是估值最贵的那一头。现在我可以给你最终的分层的行动判断了。如果你现在持有大型科技股正股，比如英伟达、微软、谷歌这些，你要盯的先行指标就一个：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的消费者坏账拨备同比变化。只要这2家任何一家拨备同比跳升超过2位数，你就在下周一开盘时把科技股仓位对冲掉大概30%，用指数看跌期权或者直接减仓都行。拨备如果温和，你就继续持有，不需要动。如果你现在没有持仓，还在观望要不要进科技股，你这周最好的动作是继续空仓等待，不要在银行财报出来之前抢跑，也不要在财报当天盘中追涨。你要等的是下周2和周3的盘面反应，等机构把定价消化完，再在右侧找一个明确的支撑位进场，找进去1-2天，省不下多少成本，但被套住的概率会高很多。如果你是做短线或者事件驱动的，这周的几率只有一条，不赌财报盲盒。特别是摩根士丹利那张80%胜率的牌，你越觉得稳越不要碰。你可以在财报发布后的第2个交易日，根据隐含波动率崩塌之后的新定价再去找机会，那个时候权利金便宜了一大截，真正的方向盘才握在你手里。如果你是做期权或者有系统化策略的，这周你要做的是卖出波动率，而不是买入。在财报前夜，这些银行股的隐含波动率被推得很高，你可以用价差结构去收这份贵出来的保险费，而不是去当付保险费的人。具体怎么做，你根据自己的账户权限和风险承受力来决定，我这里不替你拍板。这就是这周我能给你的全部判断。一句话收束，这周的银行财报不是用来赌银行股涨跌的，是用来校准你下周所有科技股操作的。你看懂了这一点，这周就没白过。你没看懂，就算银行财报全线超预期，你的账户下周也未必能笑出来。留给你的问题是这样的：当一个市场的涨跌要靠10%几的公司去贡献40%以上的盈利，这到底是强还是脆？我是3元，我们下期见。